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本期视频呢是暗黑破坏神4 1.4.3的补丁的体验报道啊。那么就在今天凌晨1点，暴雪也是上线了这个补丁，琉璃呢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测试。在这个补丁里啊，对玩家影响最大的改动是中局玩法深坑的大型削弱啊。虽然暴雪并没有说魔猿削弱了多少，但我从个人体感来看，如果我们只讨论速刷的话，那么小怪的削弱在10到15层之间。而 BOSS 的削弱则更进一步，在15到20层左右。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在改版之前打85层有点汗流浃背，要3-4分钟一把，那么现在这个版本你很可能就能做到2-3分钟一把，轻松速刷100层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130层往后的大秘境削弱琉璃暂时是没有测的，很可能我们在高层还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总的来说，在这一轮的削弱之后呢，野蛮人跟法师还是可以展望一下200层了。那琉璃在版本更新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测试了成魔野蛮人、召唤死灵、爆炸剑游侠以及密心剑猛击跟剥皮等玩法的情况。我稍后呢也会进行具体的说明啊，希望大家可以看在我熬夜的份上呢，给本期视频点赞一下。当然，这一次的更新也带来了新的 bug， 首先就是被削弱之后的霹雳药水。这一药水目前存在机制 bug 被暴雪禁用了，但在禁用之前呢，我刷100层测了一下，药水的实际伤害只有几十万了，差不多是跟泰瑞尔之力一作了。这赛季从刷到泰瑞尔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他的神圣弹幕伤害可以追上药水，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只不过是药水反过来追上了泰瑞尔之力。其次是安达利尔的仪容，这个头盔呢，在当前版本有2个加强，第一个是触发的毒素星星伤害提升了 50%， 其二就是这个星星的位置从角色身上改为了被攻击的怪物身上。但经过我的实测，目前这个第2特效只有动画效果，虽然星星在怪物身上触发了但它还是要我们人靠近了才能有伤害。所以目前大部分的安头玩法，比如说安头游侠、安童枯萎死灵，都得等暴雪修正这个 bug 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具体的强度如何了。当然想要畅玩这个新版本的话，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呢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因为游戏上线 XGP 才入坑的朋友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找齐160个莉莉丝祭坛是很头疼的。迅游加速器内置的莉莉丝寻路功能，不仅可以帮你在游戏中查看莉莉丝祭坛的分布，还贴心自带了寻路导航，你可以沿着它的路线一步到位，点亮所有的莉莉丝祭坛，让之后的开荒更加顺畅。言归正传接下来说一下我个人在本赛季有尝试过的 BD 在这一次版本改动之后的强度变化，主要就集中在旋风成魔、大跳成魔、召唤系死灵跟爆炸剑游侠4个玩法。这几个玩法受版本更新的影响比较大，其他的比如说猛击密心剑这些玩法，你就默认当做加了10到15层左右的强度就好了。如果你之前能速刷85左右的话，现在可以去速刷100层了。之前你能速刷100层，那你现在可以去考虑打110层。我改版前的猛击是可以速刷101层的，改完版之后我打101的体验跟打狂潮差不多了。那这一改动呢，也确实符合了暴雪让更多的玩家可以体验完整的大师强化的改动说明。因为深坑它提供的耐色石在60到101层的时候是每层提升1个的，在101层打到60个之后，就最少需要你提升2层才能多1个石头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最效率的刷石头，最好的方式就是效率去速刷101层，或者是打自己能1分半速刷的最高层。在之前的版本中，就只有比较少数的职业玩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那这就导致一些弱势职业，比如德鲁伊和野蛮人，它不仅在冲层方面差距特别大，甚至速刷发育的效率也完全不同了。在这轮削弱之前，德鲁伊只能速刷80-90层，3分钟一把能拿4到50个石头，而野蛮人呢，2-3分钟速刷一把101层就能收获60个石头了。算上两者对装备的需求，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两者的效率是差了接近1倍的。而改版之后，德鲁伊也能做到2-3分钟速刷101层了。野蛮人这个时候呢，就算他还是能2-3分钟打122层，但石头也就70个嘛，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当然，野蛮人也可以选择玩成魔1分半速刷101层来效率搞石头，不过算上读图和其他时间的消耗，两者的差距就不会跟之前那么离谱了。接着是召唤死灵的速刷体验，总体来说是差强人意的，比我们改版之前打100层要稳定了一些。速刷方面呢，整体算是增强了，但相比其他职业的强化来说，它又弱了一些。像傀儡系的玩法在这次更新之后，速刷的强度实际上是变高了的。
虽然说进度阶段没法靠霹雳药水快速秒怪了，但是你现在一身破烂啊，也能锤动100层的 BOSS 了。而最妙的是 BOSS 的强度也变低了，不喝霹雳药，我们换成20%生命的药水打100层，比之前要稳定太多了。而召唤骷髅法师的强度会更高一些，前提是你装备要足够好。主要原因就在于进度阶段骷髅法师的分散输出可以帮我们解决掉一部分小怪。打 BOSS 的时候呢，你直接开大军爆发，可以做到大部分 BOSS 界面10秒之内就解决掉。但这两个玩法都受限于召唤物 AI 以及一些比较愚蠢的类似血雾导致法师不打怪的小 bug 影响，速刷的平均战斗时长还是在3分钟左右啊，放在之前的版本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相比死灵自己来说其实算是不小的提升，虽然还是可能打不过牺牲库也就是了。而在当前版本只讨论速刷的话，沉魔玩法就是毫无疑问的王者了。本次更新中旋风沉魔的玩法得到了大幅的加强啊，旋风斩带出的沉魔伤害比之前高了1倍。我在更新之前呢，装备烂旋风沉魔只能速刷个80到85，改版之后就能轻松2分钟速刷100层了。当然对沉魔影响最大的还是 BOSS 的削弱，因为版本更新之前我的大跳沉魔也是因为装备不太好，导致我只能速刷个90层左右的水平。在改版之后，现在我也能非常稳定的1到2分钟速刷100层深坑了。而目前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低配的大跳沉魔速刷的效率是比旋风要稍微高一些的主要的原因在于机动性的差距以及对红和稀有暗金的依赖。像旋风沉魔如果要最大化输出，你必须用鼠标红每秒点2-3次旋风斩，这样子呢能耗压力比较大，所以你就必须带回能的威能，或者是直接上稀有的暗金星空戒了。而大跳的玩法，只要你装备词缀到位了，就能无脑的在深坑里蹦蹦跳跳，但是实战跳久了会有点头晕。如果你在这个版本想要用沉魔爽刷的话，我觉得到最后应该还是玩旋风沉魔会合适一些高配版本的旋风沉魔打101到111可以轻松做到1分半打完的。如果你的装备水平比较好，稀有暗金比较多可以先去抄一抄透明的多暗金旋风低配版本的话，等我睡醒了可能会做。最后呢是爆炸剑游侠，这个玩法在本次的更新中也得到了不小的加强主要是修正了贴脸空射的 bug， 以及稍微扩大了一点爆炸剑的半径。那这一系列的体验改动之后我们这个玩法的体验得到了巨幅的提升从狗都不玩进化到了勉强可玩，当然它的强度肯定还是不如密信剑的。而我之所以会提它，是因为这个赛季我是一直在玩爆炸剑的，但之前因为这些机制的原因我对这个玩法的态度一直都是大家看我受苦就行了，别自己去凑 BD 尝试。现在 bug 修正完，我上手打了几把，110层差不多3分左右就能打完了，100层的话呢还是要2分钟左右。主要呢就还是爆炸剑这个左键叠层右键爆发的机制让你的实战体验很难快起来。但100层的 BOSS 瘫痪了，我一键就秒了。总体来说就是，如果你是喜欢这个打法的特效的朋友那现在可以去尝试去凑一套玩一玩了。当然我还是不太建议你在这个玩法上投入过多的时间跟精力的，毕竟 PTR 的篝火这周5就来了，估计下周就会开 PTR 了。想要在这个赛季的后半程爽玩，就还是去玩野蛮人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熬夜完毕准备睡觉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